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个充电器呢，由于进水故障，功率管和一些电阻、电容还有 PFC 电路都损坏了。现在呢已经修好了，但是呢它还有一个故障，就是上电以后输出电压偏高。输出电压偏高呢，正常的充电器呢一插电以后，输出电压大概是30伏左右。这个充电器呢，它输出电压是36伏，造成呢在充电过程中呢，电流偏大。电流偏大呢，由于我们这个 MCU 检测这个电流偏大呢，它就不停机。这样呢，这个电池呢充很长时间它也不停机。正常的充电器呢，当电压达到一定的值，它就停机了，因为电流也相对来说减小了。它由于输出电压过高，所以它输出电流就偏大。那么单片机检测输出电流大，那么就不停机。下面我们看看它输出电压高的原因。下面5个螺丝都卸下来了，还有侧面有几个螺丝，我们还要给它卸下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，输出端输出滤波电容正端的电压通过这个板的针脚，然后加到了这个 10K 电阻的这端。这两个 10K 电阻是串联的，然后也就把这个电压加到了这端。加到这端以后，这儿有一个 10K 的电阻，然后呢加到了这端。那么这端这儿有一个下分压电阻 4.7K， 同时这儿还有一个滤波电容，然后这个位置的电压直接就加到了这个二极管的正极，然后通过负极加到了我们这个224运放的反向输入端。它的正向输入端是通过这个位置有电阻，然后也有滤波电容，然后呢3个电阻串联，都是 14K 的电阻串联，然后有3个滤波电容，然后呢通过这个 MCU 的一个引脚给它送一个电压，也就是说给正向输入端送一个电压，反向输入端是通过我们这个反馈的电压过来，比较以后通过这个引脚输出，也就是这个8角输出，然后控制光偶的1角。这个光偶的1角当然是通过这个串联的电阻控制光偶的1角，然后光偶的2角上面接了一个3极管，是 NPN 型的，它的极电极接的是光偶的2角，它的基极也是通过 MCU 控制，发射极通过电阻接地，这样呢就控制了后极的电压。那么光偶的次极呢，是通过6753的基准电压5伏输出端，然后加到一个引脚，加到了它的4角，然后它的3角是加到了我们这个后边有一个 PNP 型的3极管。PNP 型的3极管发射极控制它的 FB 端，极电极直接接地，基极呢是受光偶控制，同时基极还通过一个电阻接地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图。这个图呢，这端就是我们的输出端，输出滤波电容的正电压，通过 10K 电阻，然后呢通过 10K 电阻，实际上有3个 10K 电阻，然后呢通过一个电阻分压 4.7K 的，然后呢通过电阻和二极管加到了224的反向输入端。正向输入端是通过 MCU 加到正向输入端，那么通过8角输出，然后加到了我们这个光偶的1角。光偶的2角是接这个3极管，也是通过 MCU 控制的。那么这一端它的次极呢是我们6753的一个基准电压5伏，然后加到这个 PNP 型3极管的基极。这个6753的 FB 端呢，电压越高，它输出的占空比越宽；电压越低，输出的占空比越低。所以当我们光偶导通量增强的时候，那么它次极的导通量增强，很显然这个位置电压高，那么它的电压就会升高，使后极电压升高。当我们后极电压低的时候，也就是8角输出低，因为我们这个反馈端如果高，那么很显然8角输出低，那么很显然它的导通量会减小，后极的导通量会减小。后极导通量减小了，那么这个位置的电压呢就会降低，那么很显然这个 FB 端就会降低，那么使后极输出降低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我测量了前面输入的电阻都没有问题，二极管也没有问题，而且这个224受控，光偶也是受控的，但是呢我测量了这些电阻都没有问题，
，24可能性比较小。那么这个光偶代换比较容易，所以我把光偶代换了一下，一代换光偶就好了。因为呢，它不是开关电源里的控制回路，它是通过与 MCU 比较。那么这样呢，由于光偶的内阻变大了，也就是说它的导通量变小了，那么从而呢使我们的输出电压变高。现在呢已经修好了，我换了一个这个光偶，原来这个贴片的光偶呢卸下来了。我用万用表测量，一个万用表用二极管档测量初级，另一个万用表用电阻档测量次级。那么我发现这个光偶与新光偶比较的话，它相同电压值输出的内阻就会变大了，所以我换了一个光偶，整个电路就修好了。修理过程就是把这个 4.7K 的电阻给它焊开了，然后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挨个的电阻量，电阻的阻值都完全正常。换了这个光偶就修好了，感觉很好。下面我就开始装机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